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大家介绍一本改变我看待世界方式的书籍——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的经典之作《看不见的城市》（The City Invisibility）。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72年，是卡尔维诺晚期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文学的瑰宝和城市文学的巅峰之作。卡尔维诺，这位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邃的哲学思考，创作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他通过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之间的对话，描绘了55座虚构的城市。这些城市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们不仅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人类内心世界的隐喻。那么，这本书为何如此重要？它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在当今这个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所包围，被繁忙的生活节奏所裹挟。我们是否曾停下脚步，思考过这些城市背后的意义？它们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甚至我们的灵魂？看不见的城市正是这样一本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的书籍。它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更让我们反思我们自身的内心世界。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每天穿梭于城市之间，是否曾真正看见过这些城市？或者说，我们是否曾用心去感受过这些城市背后的故事和情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看不见的城市，去探索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刻内涵。1. 城市的本质，真实与虚幻的交织。看不见的城市开篇便以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描述他游历过的城市展开。然而，这些城市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城市。他们是卡尔维诺虚构的产物，是真实与虚幻的交织。卡尔维诺通过马可波罗的叙述，描绘了55座各具特色的城市。这些城市有的悬浮在空中，有的建在水下，有的由记忆构成，有的由欲望驱动。它们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卡尔维诺在书中探讨了城市的本质。他认为城市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人类欲望、记忆、梦想和恐惧的集合体。正如书中所言，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言语信号的整体，这种对城市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我们不再仅仅将城市视为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充满生命和故事的有机体。这种视角的转变，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在书中，卡尔维诺描述了一座名为伊萨乌拉的城市。这座城市建在悬崖之上，房屋如同阶梯般层层叠叠。这座城市象征着人类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内心的不安和焦虑。正如书中所言，伊萨乌拉，悬在深渊之上的城市，它的秘密在于，它既不上升也不下降，而是静止不动。记忆与城市，记忆如何塑造城市？卡尔维诺在书中多次探讨了记忆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记忆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记忆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我们理解现在和未来的基础。卡尔维诺认为，城市是由记忆构成的。这些记忆包括个人的记忆、集体的记忆，以及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正如书中所言，城市是记忆的整体。这种对记忆的重视，可以让我们更加关注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而是更加注重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这种对记忆的尊重，可以让我们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失去对过去的敬畏和对未来的责任感。在书中，卡尔维诺描述了一座名为迪奥米拉的城市。这座城市由记忆构成。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过去的回忆，居民们每天都在重温过去的记忆，这些记忆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书中所言，在迪奥米拉，记忆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3. 用与城市，欲望如何驱动城市发展？卡尔维诺在书中还探讨了欲望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欲望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是城市不断变化和扩张的根源。欲望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追求，更是社会层面的动力。卡尔维诺认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人类的欲望驱动的。这些欲望包括对财富、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正如书中所言，城市是欲望的整体。这种对欲望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城市的发展。我们不再仅仅追求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而是更加注重对人类欲望的平衡和调节。这种对欲望的理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书中，卡尔维诺描述了一座名为佐贝伊德的城市。这座城市由人们的欲望构成。城市的每一个建筑都代表着一种欲望，居民们的生活被各种欲望所驱动，这些欲望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动力。
正如书中所言，佐贝伊德，欲望之城，它的秘密在于，它是由人们的欲望构成的事。城市与人类内心世界，城市是人类的镜子。卡尔维诺在书中将城市视为人类内心世界的隐喻。他认为，城市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场所，更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反应。城市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人类心理和情感的外化。卡尔维诺认为，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反映了人类的内心世界，包括我们的梦想、恐惧、焦虑和希望。正如书中所言，城市是人类的镜子。这种对城市与人类内心世界关系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城市的物质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城市对人类心理和情感的影响。这种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在书中，卡尔维诺描述了一座名为克拉利斯的城市。这座城市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反映了居民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居民们的生活被各种矛盾和冲突所困扰，这些矛盾和冲突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正如书中所言，克拉利斯，矛盾之城，它的秘密在于，它反映了居民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城市与未来，探索城市的无限可能性。卡尔维诺在书中还探讨了城市的未来。他认为，城市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和创新来塑造城市的未来。未来不是既定的，而是由我们创造的。卡尔维诺认为，城市的未来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共同塑造的。正如书中所言，城市是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对城市未来的思考，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不再仅仅接受现有的城市形态，而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设计和规划中。这种对未来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在书中，卡尔维诺描述了一座名为奥塔维亚的城市。这座城市建在空中，城市的每一个建筑都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居民们的生活充满了创新和活力。这座城市成为了未来城市的象征。正如书中所言，奥塔维亚，天空之城，它的秘密在于，它是由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构成的。通过以上对看不见的城市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城市的描绘，更是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刻反思。卡尔维诺通过这些虚构的城市，引导我们思考城市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身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看不见的城市是一本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书籍，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以及我们自身的内心世界。卡尔维诺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邃的哲学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充满魅力和启示的城市形象。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去探索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刻内涵。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对城市和人类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也会对自身的生活有更加深刻的反思。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未来的创造者。让我们用心去感受城市，用行动去塑造城市，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可持续的未来。正如卡尔维诺所言，城市是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创造这些可能性。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言语信号的整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城市的怀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意义。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并从中获得启发。